家里的空水瓶不要再扔掉了，用它来种香菜、种香葱太真棒了，邻居见了都纷纷约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我们都知道，喝完水后的空水瓶可以回收再利用，囤起来当废品卖，还可以赚点零花钱。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用空水瓶来种香菜、种香葱呢？那怎么用空水瓶种出香菜呢？种香葱吗？别着急，马上揭晓。我们跟着视频往下看，在家种葱，不用费心费力，也不用专门跑到市场上买。一个矿泉水瓶，一点水，加上葱头，简单几步就能让家里随时有新鲜的小葱。生活里能有点这种小巧劲，也算是过日子的智慧了。香菜营养丰富，内含丰富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 等，同时还含有丰富的钙、铁、磷等矿物质，具有发汗透疹、消食下气、促进胃肠蠕动的功效。不过，香菜好不好吃也是根据个人喜好而定，喜欢这个味道的人觉得好吃，不喜欢的人觉得不好吃，甚至无法接受食物里掺有香菜。我们都知道香葱的味道非常的香浓，但是买回来的香葱不容易保存，如果买多了一下子没吃完，放在家里没放几天就会发蔫变坏掉。其实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个种植香葱的小技巧，那么以后就能够天天吃到新鲜的香菜和香葱了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准备一个空水塑料瓶子，从瓶口往下的4-5厘米用刀割开，如果用不惯刀，可以用剪刀剪开，觉得刀比较锋利，用起来方便一些，所以这里用的是小刀。由于瓶子这表面比较滑，大家在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放心的可以戴个手套，这样操作起来会更加的安全。要割多少个瓶子，依照大家有多少香菜而定，一个瓶口大概可以塞入4根香菜。瓶子处理好后，可以先放到一旁备用，然后再来准备第二个瓶子，用来养香葱。同样的方法，把瓶子处理好，瓶盖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，这里不需要用到。香菜的根部给切下来，切的时候要保留住上面大概5厘米的长度，这样就方便种植香菜。根部切下来之后，看一下有没有腐烂的根部，如果根部有些腐烂了，要把它挑出来扔掉。把切好的根部插入塑料瓶的上端，从里面往瓶口处穿出去，要把香菜的根部全部给露出来，这样就有利于根部吸收水分。我们买回来的小葱，可以将上端的部分吃掉，下端的葱茎可以用来水培种植。准备好一把刀子，将小葱下端5至7厘米的部分剪下来，最好是有鳞茎和须根，这样的小葱更容易成活。剪下来后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，去掉上面附着的泥土。装上一半的清水，葱的茎有1/3的接触水即可，不能太深，可以准备多一点，才显得更加美观。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，每天给它浇一浇水，或者在上面喷上一些水。用不了几天，上面就会长出嫩嫩的葱芽，之后就会从中间这个位置一直往外长。需要用葱的时候，只需要用小剪刀从上面剪下一些就行。如果您的矿泉水瓶子足够多，那么可以多种一些。我们把塑料瓶的瓶口朝下，香菜的根部朝里面，插到塑料瓶的另外一端。这样2节塑料瓶就能够很好的卡在一起。在里面倒入一些清水，水培种植葱，对于水质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可以准备干净的清水来水培。家中自来水管中接出来的水就可以，但是应该事先晾晒几天，这样能将氯气挥发掉，也能使水温跟室温保持相当。
清水的用量要控制好，要把香菜的根部全部都淹没住，这样香菜就种植好了。塑料瓶放在阳台，或者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，这样里面的香菜就能够茁壮地生长了。过段时间之后，新鲜的茎叶都能够长出来了。这里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里面的清水，我们要每隔2-3天换一次，要保证水的新鲜度，避开直射的强光。定期换水，保持水质清洁、干净，防止香菜根部出现腐烂的情况。等到香菜长好了之后，割掉上面的部分，香菜还会继续生长，这样我们每次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香菜了。喜欢吃香菜的朋友，不妨在家里面种上一些，随吃随取也是非常方便的。为了保证试验的成功，我的葱留的茎比较长，所以会长得比较快，3天就能看到明效的小芽生长，而之前的老叶也开始不断长长。9天后已经小有规模，这期间要勤换水，我是2天换一次水。当然，这和温度有关，温度在25度左右的时候长得比较好，加上充足的散射光。这种方法比栽种土里的要快2倍左右，当然换水是比较麻烦的。全家一起保养植物也是一种享受生活的好方式。塑料瓶和废油桶就相当于小型玻璃温室，材料容易获取，并且价格便宜。在冬季收集日常生活中用过的塑料瓶和废油桶，再加上一些土壤和收集到的雨水，就能在阳台上种出各种植物。当然不仅仅是小葱能在这种环境中种植，其他植物也能够，只要它们不太挑剔自身生长环境的话。但是如果这些植物的种植环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，就会比较难搞定。因此，在阳台上最适合种植的植物是光照需求不太严格、湿度适应性比较强的植物。大多数绿色植物都符合这个条件。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园艺活动，不仅能增进感情，还能促进休闲与放松，提高生活质量。因此，可以尝试将种植活动与家人一起进行，以享受乐趣和增加互动性。种葱、种香菜其实不复杂，谁都能在家种出1年4季不断的小葱。阳台上自家种的葱，纯天然，想用就摘，方便又省钱。以后再煮菜，想要那一口葱香，再也不必专门跑一趟菜市场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